现在，请你拿起身边的镜子，或者可以当镜子的东西。如果你正处在光线昏暗的房间，此刻呢又刚好是深夜，请你看看镜中的自己，看着自己的眼睛，1秒、2秒、3秒。如果你敢在这种环境下盯着自己的眼睛看上3分钟，慢慢的，镜中的画面，你的面部轮廓可能会出现扭曲，五官似乎有些变化。如果你坚持看它超过5分钟，镜子当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张让你觉得陌生的脸，可能是一个长着皱纹的老人，也可能是一只动物，甚至是一只你害怕的怪物。你放心，这并不是撞鬼了。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这种现象有一个严谨的学术名称，叫做特斯勒消逝效应。伴随着卡普托幻觉这是一种因为视觉神经元疲劳导致大脑开始强行脑补画面的生理学机制。在视频的后半段，我们会用脑科学将这些出现的画面背后的原因充分拆解。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去科普依然无法解决一个植入在你我潜意识当中的问题，那就是当你在夜深人静，一个人走进卫生间，站在洗手台面对镜子的时候，只要周围足够安静，光线又稍微暗一点，当你抬起头和镜子当中的自己对视超过10秒，依然觉得心里面有一种毛毛的感觉，你会本能的离开视线，希望离开这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这群已经都把探测器送出太阳系，掌握了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的高级生物，面对一块仅仅涂着一层硝酸银的普通玻璃，会如此的恐惧呢？如果你翻开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在互联网出现的几千年前，地球上那些远隔重洋、语言不通的古老文明，他们竟然对镜子都有相似的禁忌。在中国文化当中镜子绝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梳妆工具，它甚至是一件法器。你一定见过许多中国传统的老宅子这个大门框的正上方会悬挂一面八卦铜镜，老一辈的人会告诉你这是用来挡煞的。再往前追溯中国近代的道教祖师爷葛洪在他的奇书《抱朴子》当中第一次详细记载了照妖镜的概念。葛洪在书中写叫万物老朽之后都能幻化成人形来迷惑路人，但唯独不能在镜子当中维持人形。所以古代人进深山老林有时候会背一面直径9寸以上的明晃晃的铜镜，让那些山精野怪被迫显形。这听起来只是神话传说但如果你穿越这些民俗的表象，你会发现古人对镜子本身是一种敬畏的，似乎镜子好像会放出一种能量，要么是可以剥夺一种能量。那么中国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做镜子会摄魂，说人半夜不能照镜子，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在子夜最弱，如果你这个时候盯着镜子看3魂7魄会被镜子给吸走。那你以为只有中国人这么想吗？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万公里之外的欧洲大陆。在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民间流传着一个丧葬习俗，叫做死者眼镜。一旦家族当中有人去世，家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拿着黑色的厚绒布，把这栋房子当中的所有镜子给它给蒙上。不仅是英国在犹太教的作息传统当中一旦有人离世，家中也同样要进行遮盖镜子的仪式。那么当时的西方人坚信，人的灵魂在离开肉身去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前夕是一种脆弱和迷茫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迷失的灵魂在房子当中不小心看到一面镜子，会被镜子的吸引给直接吸进去，困在那个左右颠倒的世界当中，称为镜中鬼。也就是说，东方的摄魂，西方的眼镜都不约而同地把镜子看成是一个危险的异世界通道。似乎镜子打破了自然界可见即可触的规律。你看水面的倒影会随着微风消散，但是镜子当中的空间却清晰稳定。似乎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之外，它提供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而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能激发人类的好奇心。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西方的血腥玛丽游戏东方的半夜削苹果的怪谈，无论大人怎么恐吓，很多年轻人还是会在午夜时分又恐惧又兴奋的去尝试这些镜子的禁忌，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都在渴望窥探那个隐藏在玻璃背后的未知世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用前沿的现代科学去重新审视几千年前的摄魂传说，我们会发现呀，另有玄机。就古人害怕镜子，也许并不是愚昧迷信，而是他们感受到了身体的警告。当我们的先祖站在一面打磨的光亮的青铜镜前与其说镜子当中走出一个灵魂，实际上可能是他的身体，他的大脑的警觉系统被镜子给劫持了。而这面镜子，它可以强迫人类的大脑去面对人类在漫长进化史上最恐惧也最无能为力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在你此时此刻的背后。回想一个生活当中的场景，比方说你去外地出差，你一个人进了一个陌生的酒店，推开房门，打开灯，你发现那个床的正对面或者侧面那个衣柜的移门上嵌着一整面光可见人的落地镜。你这个时候坐在床上，看着镜子当中被映出来的自己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毛毛的？会心慌？就算是觉得已经困了，都忍不住想要找块浴巾把它给盖起来。在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当中它被称为叫做镜不照床。老风水师呢会用玄而又玄的话术就警告你说，镜子聚阴，人在熟睡的时候磁场最弱，被镜子直射呢会吸走生气，导致噩梦连连，精神衰弱。我们现代人当然把这个是当成是一种封建迷信的糟粕，一笑而过呀。但是我们的身体又非常诚实你仍然会遵循这个古老的警告。那为什么我们会像镜子对着床产生这么强烈的抗拒呢？那要揭开这个风水玄学的奥秘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大脑的潜意识，回到几十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在人类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当中我们绝非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因为人没有猛兽的尖牙利爪，奔跑速度呢又慢得可怜，这就导致我们人类的大脑进化出了一套敏感的危机预警系统。那这套系统的核心痛点是我们的眼睛。你看我们人类的视野角度大概只有左右180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背后是视觉盲区。那么在大自然当中这背后是我们的死穴而像花豹、剑齿虎这些懂得狩猎技巧的猛兽都非常熟悉要从背后发起致命一击，所以时刻提防身后成了我们人类祖先基因当中的本能。直到镜子出现了，镜子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但是它同时其实又很反直觉，因为它实现了一件在物理学上很奇怪的事情，它把我们身后的3维空间给压缩到了眼前的2维平面之上。这当然很方便，但在我们大脑深处的警觉中枢来看它是一个灾难。当我们站在梳妆台看着镜子当中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接收到一个矛盾的信号，我明明是在看前方的2维镜面，但是捕捉到了又是我身后的盲区信息。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认知错乱，警觉雷达会被激活，处理这些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半夜一个人洗脸抬头看镜子的那一瞬间，你总会觉得后背发凉，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在看着自己。怕的正是镜子映照出了那个原本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的背后空间，我们的警觉系统被劫持了。这就涉及到了现代睡眠医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快速眼动期假性幻觉。我们人类在睡觉的时候呢，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活跃的阶段就是快速眼动睡眠期，它是我们做梦最密集的阶段。那么在睡梦当中，如果有一些声响翻身，让我们从快速眼动的这种状态短暂的醒来，那么我们的大脑会处于一种奇妙的半离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视觉皮层它是已经苏醒了，但是高级的认知功能，就是负责逻辑思考和判断的这些大脑皮层还在休眠。也就是说，你是可以看到东西，但是你无法立刻理解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正好面对着一面大的镜子，在昏暗的月光之下，你看到了镜子当中有一个模糊的黑影，它在移动。那个黑影其实就是你刚刚在翻身的自己，但是从那个还没有完全苏醒的逻辑大脑来看，它就是一个在黑暗当中潜伏移动的未知物。这个时候，
几十万年来进化出的生存本能啊，会瞬间报警。请注意，黑暗当中有东西在移动，非常危险。于是我们的肾上腺素会瞬间飙升，心跳加速，冷汗直冒。当你清醒过来，意识到那只是我的影子的时候，心悸和恐惧感依然会萦绕很久。这就是镜子照床为什么会导致噩梦和精神衰弱的科学真相。那为了能够证明镜子对人类空间感知的强大控制力啊，我们可以看一个现代的案例，这就是电梯案例。20世纪早期啊，现代电梯刚刚被普及应用，当时著名的电梯制造业巨头奥蒂斯公司啊，面临着商业危机。因为随着摩天大楼越盖越高啊，电梯的运行时间也越来越长，非常多的乘客就投诉说这个电梯运行速度太慢了，让人待在里面觉得心情烦闷。那奥蒂斯工程师们绞尽脑汁啊，想尽一切办法来提升电梯的速度，但受限于科学技术啊，速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眼看着公司信誉受损啊，这个时候一位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方案，在电梯轿厢的墙壁上装上大镜子。有趣的是，这个方案完全不需要解决提升电梯速度，却奇迹般的让这些抱怨声慢慢消退了。大众普遍认为啊，装镜子是为了让大家整理仪容啊，让轿厢显得大一点，但这只是表层原因。心理学家真正洞察到的是人类啊在幽闭空间当中的防御本能。这个电梯呢是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在这里啊，你被迫和几个完全陌生的同类啊要保持着非常近的距离。这是在我们人类正常的社交心理学当中非常抗拒的场景，因为你不知道站在你背后的那个人是谁，他在干什么，他会不会对你有威胁。如果你和对方对视详细打量，又会显得很冒犯。而这个镜子呢，它解决了人类的心理痛点，它赋予了乘客一个上帝视角。你可以通过眼前的镜子，在不直接去眼神接触的前提之下，可以全景的监控整个空间所有的人，包括你身后的盲区。那么镜子在这里成了安抚人类原始恐惧的镇静剂。那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背后的死角会让你觉得不安，你可以把电梯当中的镜子当成是自己的保安，当然也可以把卧室的镜子用布蒙上。好像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解决镜子带来的恐惧感。但真正令我们觉得惊悚的，往往不是来自于外部。我们前面说，为什么当人深夜独处去盯着镜子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脸部扭曲，甚至看到怪物呢？如果你把人的大脑想象成一台精密的电脑，那么这个眼睛就相当于这个电脑的高清摄像头。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摄像头可以把清晰的视觉数据传输给大脑，大脑呢不需要多想就可以把接收到的画面投射到我们的意识当中。但是到了深夜发生了变化。首先这个环境变暗，眼睛这个摄像头因为进光量不足产生了噪点，而且你正在做一个平时不会做的动作，就是你会盯着镜子当中的某一个点，比方说自己的眼睛，可能会几分钟。那么在神经科学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视觉临界会引发一种叫做神经适应的现象。我们的视觉神经元非常的喜新厌旧，它只对变化的信息感兴趣。当你一直盯着一个不变的画面太久，这些神经元就会觉得这些画面都不带动的，我都已经把数据给过你了呀，我没有必要再浪费资源一直再去报送数据。于是他们就会渐渐的罢工。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特克斯勒消逝效应的生理学基础。但问题来了，这个眼睛虽然停止传输部分信号，但是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又很活跃，大脑呢又特别讨厌空白和未知。当它发现你这个视觉传来的画面残缺或者模糊，我们大脑的危机处理机制会启动，它就决定，既然你这个摄像头坏了，我能不能用内置的显卡把缺少的画面给它脑补出来。而这个脑补的过程在心理学上叫做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如果我们的大脑只是随便你补出一些花花草草，你也不会觉得害怕。但要命的是，在半夜照镜子这种紧张的环境下，接管这套 AI 算图程序的，恰恰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边缘系统，特别是其中的杏仁核。这是我们大脑当中掌管着恐惧、焦虑的情绪中枢。它可能存储着我们以前看过的什么恐怖电影童年阴影包括你可能想象的一些妖魔鬼怪。那你想象一下，让一个专门负责恐怖片特效的导演来给你修补残缺的视觉画面，那会补出什么来呢？2010年，
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瓦里·卡普托进行了一项著名的恐怖实验。他招募了50名健康的志愿者，把他们分别关进一个只有微弱灯光的昏暗房间当中。这个房间当中只有一面半米宽的普通镜子。卡普托要求他们盯着镜子当中自己的眼睛看满10分钟。实验结束之后的访谈记录读起来简直像一本神话。根据卡普托发表在精神病学研究上面的论文数据，66%的受试者表示，我看到自己的脸发生了变形，而且很明显有18%的人惊恐地尖叫出来，说看到自己的脸变成了动物，比方说猪脸猫脸或者狮子。最恐怖的是，高达48%的受试者说在镜子当中看到了怪物，还有28%的人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在看自己，甚至有可能是已逝的亲人。受试者在事后采访这个心有余悸地说这个不可能是，我觉得这个镜子当中是有一个生命体的，它是带着恶意在观察我的。这就是卡普托幻觉的真相。其实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只是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在光线不足和视觉疲劳的作用之下调用了我们潜意识当中的恐惧模型，把它套在了我们的脸上。我们看着自己变成怪物实际上只是我们在看大脑自导自演的一出恐怖动画。如果说卡普托实验只是我们大脑在疲惫之下的短暂宕机，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医学病例向我们展示了，当我们人类的自我认知系统崩溃的时候，面对镜子会如何的绝望。在2000年左右当时伦敦神经内科的诊室走进了一位70岁的老绅士，他的衣着得体，谈吐优雅。经过智力测试医生得出结论，他的逻辑思维完全正常，记忆力毫无衰退，甚至比同龄人还要敏锐。他却非常痛苦，向医生哀求说，我的家里面藏着一个变态的跟踪狂。这个医生就说，那这个跟踪狂他长什么样子呢？老绅士就压低声音，非常恐惧的浑身发抖，说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我穿什么他就穿什么每当我走进浴室经过走廊他都会出现在那个玻璃后面，盯着我，模仿着我的一举一动。那为了能够赶走这个可怕的跟踪者这位理智尚存、受过高等教育的绅士，在恐惧当中砸碎了家中所有的镜子。当医生拿了一个小镜子给他的时候，他又非常愤怒，指着镜子就喊，你看他又来了，这个混蛋又一直跟着我。这是精神病学史上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叫做镜像自我认知错觉。由于右半脑的特定区域受损这些患者失去了将镜子当中的视觉影像和自我身份相区别的能力。在他们的世界当中，这些倒影具备了完全独立恶意的生命，于是他们的余生都在和镜子当中的自己搏斗。那听完这个病例，你可能会舒一口气觉得幸好这只是一种罕见的脑部病变，像那种卡普托的实验只会在特定的环境下会触发。我们在大白天光线明亮的环境下照镜子，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告诉你，你又错了呢？如果我告诉你，哪怕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每天在镜子当中看到的自己，也根本不是真正的你。你想想看，为什么每次你拿着手机的后置相机拍出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照片当中的自己他很丑，他不像是我。但是你转头去看看镜子当中，又会觉得我还是挺好看的呀。那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是镜子在撒谎，还是相机在撒谎呢？其实照片当中那个让你觉得陌生、有些丑的脸，才是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家人每天看到的样子。而镜子当中的你，是一个只有你自己才能看到的专属定制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因为镜子的成像是左右颠倒的。人类的脸从来不会对称，有可能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或者两边的嘴角它不一样的高。那么这些微小不对称的细节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它被翻转了。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呢，叫做纯粹曝光效应。它说的是人们会因为单纯熟悉某一个事物而对它产生好感。那我们从小到大看了几万次镜子当中那个左右颠倒的自己，我们的大脑会对这个翻转过来的样子产生深厚的感情，认为这才是完美的自己嘛。所以当原相机把那个左右还原不颠倒的真实自我怼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这种反差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违和感，觉得这张照片它不好看呀。那为了证明这一点，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沃尔特发明了一种叫做真实面镜的装置。这面镜子呢，通过2块光学镜面的无缝拼接，抵消了左右颠倒的效应。也就是说，你在这面镜子当中看到的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真实的自己。那么当沃尔特把这一面真实面镜放到街头让路人来体验的时候，就发生了震撼的一幕。很多人在看到真实自己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然后呢，表情又变得不自然，有一些局促不安。有的人在镜子面前呢，拼命调整面部肌肉，想要找回熟悉的表情。有人又觉得焦虑和恶心。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凝视了真实的自己几分钟之后忽然情绪崩溃，掩面大哭。她们哭泣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吗？实际上，它真正深层的原因是她们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认识自己。我花了这么多的金钱去护肤、医美、打扮，结果只是讨好一个不存在的翻转的幻象。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终其一生，全世界所有的人你都见过真实的模样，唯独你自己永远没有亲眼见过。你一生对自己的所有的认知都被这样一块镜子给拿捏了。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种非常依赖外界的反射来确认自己存在的生物。早在1970年，心理学家戈登·盖普洛就发明了著名的镜子测试。他们在动物的额头上会画上红点，让他们呢去照镜子。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动物，比方说狗猫甚至部分的猴子，他们认不出镜子当中的自己，他们会把镜子当中的倒影当成是另外一种同类，要么去攻击，要么去求偶。而人类的婴儿呢，一个人类婴儿在出生之后的前10几个月，同样也是认不出镜子当中的自己的，直到大概18个月到24个月，婴儿才会在镜子面前忽然开窍，他们也会看着镜子去伸手摸自己额头上的红点。那么在生物学上，这被认为是人类拥有高级自我意识的伟大觉醒，但如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一场悲剧的开始。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的泰斗雅克拉康将这个瞬间定义为人类心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里程碑，叫镜像阶段。拉康提出在婴儿还没有照镜子之前，他感知的世界是破裂的。婴儿会感到饿、疼痛，但是他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觉得自己和母亲的乳房和周围的世界是混为一谈的。直到有一天，母亲把他抱到了一个镜子面前，婴儿就在这个2维的平面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着清晰的边界、完整的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而做出动作的图像。婴儿会被这个画面给迷住，他爆发出狂喜，认为原来这就是我呀。但拉康戳破了这个假象，他认为婴儿在镜子面前的那场认同本质是一种异化，因为镜子当中的图像虽然完整，但它却是2维的，它没有触觉，而且是左右颠倒的。关键是它是外在的，因而把我们的灵魂投射在了一个外在的虚假的幻影之上，他爱上那个比现实当中的自己更加完美的理想自我。这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意识从诞生的第一秒开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构的骗局之上。我们把确认自我的权利交给了一块玻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镜子产生复杂的情感。它一方面是我们整理仪容的工具，但更加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锚点。除了左右颠倒、大脑脑补和虚幻的自我认同，我们在镜子面前所产生的终极恐惧，还源于一个宇宙的规律，这就是时间的错位。我们都知道，光在真空当中的传播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虽然快得不可思议，但它依然需要时间。当你站在距离洗手台镜子前大概半米远的时候，这个光从你的脸上反射，抵达镜面，再返回到视网膜，这样一段时长，光大约需要走3.33纳秒。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数字，微小到我们的人类神经传导系统无法察觉。在物理学上这3.33纳秒却意味着你永远无法看到此刻的自己。你这一辈子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的都是3.33纳秒之前的你，你以为在凝视自己，实际上在凝视一个刚刚死去、永远活在过去的幽灵。而镜子当中对你那个微笑的人，他
他的动作表情永远都会有延迟。当然，我们的理智会告诉我们，这点延迟没有关系，它非常非常的短暂。但是在安静的深夜，这种时空的错位感仍然会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当我们把前面所有的线索拼合在一起，深夜的昏暗，大脑因为疲劳的面孔失真，视觉边缘的特克勒斯扭曲，左右颠倒的违和感，加上潜意识当中无法抹去的时间延迟，镜子里的那个画面会最终滑向另外一个深渊。这就是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正弘提出的恐怖谷理论。这个恐怖谷理论原来是形容人类对拟真机器人的恐惧，说一个东西只有50%像人的时候，比方说玩具熊，我们会觉得它很可爱。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它99%像人，有1%不自然的时候，比方说一个仿生人，一个尸体，人类会觉得非常恐惧，觉得它是一种伪装成同类的怪物。而现在，在深夜的镜子前，被推入恐怖谷的正是你自己。你看着那个倒影，它有99%的地方和你一样啊，但是因为光线的扭曲，你的面孔的失真，左右的颠倒，在这1%的异常面前，你的潜意识会疯狂告警，那个东西它不是我。这才是半夜照镜子会发毛的真正原因。镜子当中当然没有什么青面獠牙的魔鬼，我们所恐惧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当我们再来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再用一种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审视我们自己的肉身，我会发现我没有办法证明镜中的影像是我，那我又该如何向世界证明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自己是真的存在的呢？镜子是人类文明给自己制造了一座精神囚笼，它让我们迷恋虚妄的表象，又用未知和盲区将我们恐吓。我想下一次我们再在半夜的洗手台前洗完脸，面对镜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觉得有些恐慌，不妨试着深呼吸，对着镜子里那双略带惊恐的眼睛，对它露出一个微笑，告诉那个被囚禁在玻璃后永远活在过去的幻影，我知道你是我大脑的幻觉，但我依然接纳你的存在。因为在这个充满虚无与错觉的宇宙当中，或许只有我们接纳了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们才能真正从那面镜子当中破茧而出。如果你够胆的话，今夜你也可以试试看你看到了什么。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留下你在照镜子当中经历过的那些惊悚瞬间。当你把潜意识当中的恐惧写下来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对抗虚无的自我疗愈。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揭开了你心中的一些谜团，请点赞订阅，把这个关于人类大脑的真相分享给你身边那个同样害怕镜子的人。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